大家好，欢迎来到明眼看世界。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陈蓉。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在明眼看世界的第1期，那陈蓉女士呢就做客我们明眼看世界。那她的这个微信名叫千里行歌，所以呢，我们平时很亲切地称呼她为芊芊。他呢是 HJ 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2007年通过加拿大注册会计师 C 资格考试，后来统一合并为 CPA。他从业17年，精通审计、审核、年节报表、公司税、个人税以及各种税务规划。他呢同时呢也是资深的房产投资人，那么精通房产的长租、短租、地产开发等各项会计业务。那现在我们欢迎芊芊。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明眼看世界做客，感谢李明的信任和邀请。上一次4期节目播出以后呢，的确是有不少朋友联系我，其中有我的邻居，他们很认真的看了我讲的视频，然后发现他们犯了视频里面讲的一模一样的错误。自住转出租的时候没有报视同销售，也没有报45括2的 election， 所以他们希望我帮他们纠正这个漏报。我当时呢就把他们的补报的税表寄出去了，同时也附上了一封给政府的信，解释并希望政府能够免予罚金。现在三个多月过去了，这几个客户的那个税表政府都已经收到，已经处理，也都没有刻意罚金。所以呢，是的，通过小明的频道能够把知识传递出去，帮助到各位有需要的朋友和客户，我们感到很开心。对，那作为明眼看世界的主持人，我也非常感谢芊芊为我们分享会计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享给大家呢？经常有很多人问到，做生意啊，需不需要成立公司？成立公司有什么税务好处？公司税是怎么个交法报法？这方面的需求量比较大，我发现。所以，那么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呢，我准备跟大家好好的讲一下公司税跟公司税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大体上会涉及到以下的话题。好的，这些话题我看着是非常的吸引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这个干货的分享又非常多。干货是肯定有的。在我正式进入公司税这个层面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整个加拿大税务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OK， 讲之前喝点水，知识都比较干货啊，所以呢喝点水，有点咳嗽，喝点水给我们讲细讲透啊。就说加拿大呢是一个税务体系很成熟的国家，没错，它的个人税、公司税都是需要各种收入都需要报税，然后如果你漏报或者迟报，都会被政府追以罚金，所以有万税之国的戏称。它的个人税有一些什么基本特点呢？它个人税是以你的居住状态来划分你的税务义务，就分为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它不是以国籍来规定的，这点跟美国税不一样。而且呢，个人税它是对于税务居民来说，它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收入都需要报税，不仅仅是在加拿大的收入个人税的呢，如果你有海外资产，你也必须申报。个人税所得税方面，它是分为联邦和省级2层，你都得交。它是一个累进制的税率，也就是说你收入越高，你的税率越高。那以魁省为例，下面这张表格就各个不同收入类型的边际税率，大家能够看到在魁省，你的工资收入和生意收入在个人下面最高边际税率是53.31%，那么你的那个增值收入边际税率最高边际是26.65%。分红收入分为合格的分红和不合格的分红，合格的分红是40.17吧，11还17啊，最高的边际税率，不合格的那个股息分红税率是48左右，所以是大家记住这么一个概念，这对于我们后面理解各种例子比较有帮助。那么
公司税的几个基本特点呢？公司税主要是分为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么主动收入的税，什么叫主动收入？就是通过你的劳动力去赚钱，通过经营你的生意，积极的去参与你的生意的运营，来赚的利润。被动收入说白了就是以钱来赚钱，投资收入啊，比如说增值啊，投资的利息啊。分红这些收入，那么主动收入的税率会比被动收入税率要低不少。那比如说再以亏损为例，主动收入达到符合一定的条件，最低税率能够低到12.2%。那我后面我会讲什么条件下你能够享受12.2%的低税率。要么就是20.5%，要么就是26.5%，这些都是有它的一个具体的规定。那么被动收入的税率是50.17%，那是很高的。对，但是呢，这里面也是一个有税务操作规划，可以通过分红拿回来退税，把被动收入的税率降到19.5%。所以这个是可以规划的，对，可以有它的一些基本概念。而且后面2点就是关于公司税率怎么到12.2%，最低税率主动收入最低到12.2%，和被动收入怎么降低它的税率，这是经常碰到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中，我后面会详细的讲一下，就是税务的一致性，也就是 integration。税务的一致性是什么意思？这是加拿大税务体系一个想要展现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它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生意赚的收入，假如说你通过直接放在个人名下赚的收入，和通过先把它放在公司赚，交了一遍公司税，再以分红把剩下的钱分到个人头上，这2种方式，最后剩下再到你手上剩下的这个数额应该是大体相同的。这个是它的一致性的问题，因为政府想要体现一个公平性，不是说它并不是说鼓励你成立公司来少交税。给大家一个例子，我现在非常缺例子。假设一个人他的个人别的收入已经是到达了最高税率，现在他多出一笔生意收入来10万。对，好，第一种情况，这笔钱如果是由个人以工资的形式或者 business 生意的形式赚取这10万，他需要交13.3%的税，对吗？因为他已经到了最高边际税率，那么他剩到手上的就是10万减掉5.33万，对吗？5.33万，对，5.33万，也就是4.67万剩在手上，对，没错。好，这是第2种形式，他先由成立公司来赚取这10万块钱，那么公司先交掉。我们就假设它是12.2%的税率，最低税率，交掉1.22万的税，对，1.22就是8.78，对吗？8.78，剩下对，是的，10减1.2，8.78，那8.78再以分红的形式发到个人手上，然后他得交掉48点几的税，也就是交掉4.27万，那么他剩到手上就是4.5万，那么你这个4.5跟刚刚的4.67相差多少？1000多块钱。这个差值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对，这个差值很小，所以这就是它的一致性。所以就说你成立公司最后拿到手和不成立公司拿到的差不多。对，那这时候就会有人问，哈，你们一方面强调一致性，一方面又说听到很多人说成立公司有税务上的好处，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对啊，这不是没有什么变化吗？真的，就是说他这2个说法都有他对的时候，他要根据他的这个，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它都会体现出来这2个点。就刚刚我这个例子里，大家注意到我是有2个假设，一个假设是你的个人收入已经到达了边际税率，对，最高边际。还有一个假设是你要把这个公司多赚出来的这10万全部年发回到。如果这2个假设不一样，我换一个假设，你的税率最低，你没别的收入，或者说你不需要把这10万当年全发给自己，那么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税务操作空间就出来了。后面我会有同样的例子，在同样的情况下，你会看到结果
是不一样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有差距就出来了，是吧？成立公司的优点就出来了，是吧？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税务的申报。一个国家想要让自己的税务体系完善让那个偷税漏税的行为能够被发现，那么它对申报的要求就会很严格就像加拿大，你的个人税和公司税都必须严格的按照它的要求去申报。大体呢就会分为几个申报内容，一个是所得税的申报，就是比如说个人税，每年我们都知道4月底之前要报税，有生意的可以延展到6月，公司税6个月之内要申报。那还有一个就是消费税的申报，也就是 GST。一个企业，不管你是成立公司也好，不成立公司也好，你的收入如果超过3万块，那么你都需要注册税号，就是消费税的税号GST。你要帮政府代收这些消费者的消费税。这个就是咱们平时的消费当中就能体现然后呢，你就按照月报、季报或者年报这3种去把这个收到的这个 GST 上交给政府。同时你可以把你付出的那个 GST 再拿回来。还有第3种，就一个就是工资税的申报，也就是常说的养老金失业金父母金这些。你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你不是都他扣掉这部分的税吗？还有他们的预缴税，你这个你也要得给政府申报并按时上缴，也是分为月季年。要看每一个公司不一样最后一点就是，你的企业发生的工资成本、人工成本，还有一些付给别人的利息、分红这些的，你要申报。所以就会，比如说 T4、T4A、T5、T3这些，每一年都是有它的一个截止日期，申报的截止日期。那政府收到这些 T4、T5、T3、T3、T5这些表，他就能知道某一个人谁收到了哪样的收入。那你那个人在报税的时候，他如果漏掉了这些单子，漏掉了，那政府的系统它是能够自动的把这个收入加回去。就比较先进到这种程度了，那是必须的。